来一个。你不抽啊？我抽，我也抽。有一个祖传的一个鱼，上到哪去了？啊。这都有年份。和田资料，资料，对，和田资料，这是清代的老爷子，清代，漂亮，坠子，坠子，那都攥在手里了。这个你卖多少钱呢？500。500啊？太合适了。啊？太合适了。是500吗？500我不能要。多少人要？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老爷子，你可能现在不明白行情了。这个我能给你2000。2000。500你不要了，你要2000了。对，我得给你2000，我不能骗你。你高寿啊今年？43。真好。不愧是大户人家，那时候就有好东西。你讲话实在。是，我看看身上有多少钱啊？这是1000，您点一下。2000可以是吧？2000可以。啊，可以，我就拿走了。要不然他们又说我骗老年人了。你点一下，这是2000。好吧。你点一下。这盒子都有年份了。还是你要你拿去。这个我就要了。盒子都有年份。对，2000对是吧？500不要年，2000你实在。对于老板什么的，我压价的。对于像您这么大年纪了，这种祖传的宝贝，可遇不可求啊，非常漂亮。不瞒您说，老爷子，这种新的现在也不便宜，别说老的了。别的你还有要卖的吗？卖一个就卖一个。哦，就卖一个给我。哦。其余的暂时不卖。暂时不卖。到我手上3代了。哦。3代了。这样，到时候老爷子有想出的再跟我联系哈。好。那我走了。再见。其实他一拿出这个盒子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看一下这盒子上这种包浆还有毛粉啊，红木的一个盒子，非常漂亮啊。咱讲讲这个玉啊，这个玉坠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从宋代就有了，那时候玉坠啊，这种东西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的，有的时候人们是佩戴到腰上的啊，也有可能就攥在手里的。玉啊，在古代啊，从这种神话再到这种作为政治啊，或者是作为这种身份的一种象征啊，或者一种图腾啊，一直始终贯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啊，到目前为止大概得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以前了。所以说啊，这玉坠呢，对于人们很好的寓意。你比如说这一个是一个玉桃形式的，桃代表寿，而且呢给人一种安全感。咱们都说君子如玉，温润如玉，攥到手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古代叫坠子，现在叫什么？手把件就是这样。那么和田玉呢，分籽料和山料籽料一般都是随形，就大体这个样子，稍作加工。一般山料的话都是大块的，再去加工
这个东西应该是清代的，因为料质比较好啊。从乾隆20多年开始啊，我们才打通这种西域我们这个新疆的这种玉的运输那时候才命名的新疆明代的玉器的话，相对来说还会差一些。其实我们明代的时候那个疆土要比清代少很多普及一个知识新疆就是那个时候来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高古玉。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这是我说的，无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好多老先生，我假设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的电视上你是有一说一。你怎么看这个？这个玉璧的我自己的年份是哪的？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清，这是玉自带的。它是自己发色，自己带的对。那么在我房子里面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吗？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靠近的看一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我们在入土或者是有水渍什么水银沁土沁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被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呢再去进行琢磨。第一，您说这个光切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盘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不好的地方，第一，它这个边缘咱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细腻的。这种细腻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干脆。古人的脑子里他不是跟我们现在照着那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丘壑的这心中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不对。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断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一点这个肉，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给人很绵软。再一个呢，你看上面这字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而现在制作一块玉璧，用心的制作也用不了10万8千的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一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那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那种光气，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坨去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的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是完全不一样。我这样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您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当年买，带着文字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的那种高古玉，这么远来的，别到时候呢，就是说
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不会去啊？这横道里走，关键是您这么远来，我这车只能200块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200块钱。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朋友为了一块玉，可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那你能接受得了？大名鼎鼎的山东德州大运河完成。其实摆摊啊真不容易。所谓夏练3伏，冬练3九啊。今天特别的热。热了，我实在受不了。哎呦，毛病不小啊。是。你看这乾隆这盘子那时候做的这个戏法。都有点特色。想找个全乎在这还不容易。这俩全乎，这俩都是全乎的，但是价也高。这个要多少钱呢1.5万。这价是高，不过是真好。哎，对呀，还有那个大盘子，那个多漂亮。喜欢咱就商量，看看能给出多少钱。商量不了，太高了。说一句吧。1800。哪个？小的。1800有点太那啥，不靠谱了。你说。我说3500。3500我能少挣点。啊？你遇到不容易，我跟你说句大家话，兄弟，我这遇到都不容易，我这我淘腾来淘腾去，你知道我淘腾这一点毛病没有。买好货你别差这点钱，遇到这是孤品。孤品不敢说。我敢说。边上扎这个蓝料彩的少。对呀，这个就是你看啊，就它的器型和这器型不一样，但是它俩是一家货。我知道。没有，你再上别人家你再找去吧，全国可能都找不着第二个。其实这个时候是那个光粉不分的那个时候，你看吧，这个花还有点光彩的。看你太明白了，那你真是行家了。你要不我敢给你还价吗？要不谁敢一口给你还这么些？你说实在价钱，其实我相中了，你要不是你把我吓跑了，一般。我不能给你，哎妈呀！哎，就像你这少买货的，就这点钱还能给你吓跑？不是，我说你能同意吗？我说3800，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啊，2500。2500啊！你看我也没有利润，因为我淘来的不容易。你知道我这人吃马背的，到手就2000大多了，太能增值了。太高了，我要不着了家。今年买卖多难干，今年都往下落，哪有往上涨的？你再说个精品，现在还是往上涨。你要说落，说是土品，但是你就说这个东西你看不着，面子你绝对看不着。你卖几万块钱不成问题了，兄弟。好货你不容易。卖了吗？标吧，你别看100，我再给你让了。卖了吗？不容易，你碰到货，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们挣到钱的兄弟，我这搁这儿卖的不好。我刚弟你看吧，我这刚来刚搁黑龙江过来的，我来趟。黑龙江来的。你听我的口音，你能黑龙江的茶壶没有啊？人家保存到现在啊，这也是贵族人家用的，这可绝对不是老百姓人家用，人家是拿这东西当个玩意儿，特别爱护，你知道吗？这是雍正的。雍正文彩是老厉害了，还有这种蓝彩，我不容易，我不用再看了。我买的时候我也很认真。我给你。3000块钱其实是你的底线。你再给我加50。别闹了，姐，咱都说好了。我这是卖的，我都给心疼，我这是整不来了。问题是我真的是有点真舍不得。看们喜欢啥就来啊！我总看你，不可能，没想到能在这能见。是吧？不是，你那不是那个偷心，你这是实战派，设立的一个。什么都玩，有幸。哎，好了，拜拜。拜拜。缘分啊！哎，缘分。整个他一个摊儿里，为什么那老姐姐不舍得卖呢？最好的一只
好在哪里呢？那我一说啊，大家就看明白了。第一，花口看见了吗？它这个边儿啊是呈花瓣状的，有规律的花瓣状的。那个花口呢就比圆的做起来要难，要单独的修口，是不是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边上这个蓝啊，很多人以为是青花，其实不是，它是料彩。那料彩呢是珐琅彩的一种，更加名贵。边上这一群花饰呢，你看嘛，都是矾红描金。那么这呢又有一层的开窗连瓣纹啊，然后这边是眉纹，又用描金描的啊。整个盘心的内部呢，又用了各种的釉彩。好的东西的釉彩啊，给你感觉这个色阶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它不会给你那种刺眼的感觉，它是一种宝光的内敛。而且呢，你看特别这种绿彩是通透的，带有莹润性的，而且啊，我不说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只有乾隆盛世才能做出这么好的精品。所谓康乾盛世之作，是最富有、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是富丽堂皇的。咱再翻过来看啊，为什么说是盛世之作？讲究啊，底部这个黄并不是火石红，很多人会有火石，是那个时代啊，它上了一些护胎釉啊，就这么讲究啊，把胎再护起来，这样比如说烧制出来沾沙都少啊，更加的干净利落。那边上呢是芒口，芒口啊上边又进行了啊这个描的酱釉啊和涂的金水，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摆到家里，就跟大姐说，这不是一般人的东西，一品富贵，和和美美。乾隆彩绘牡丹纹花口剑折腰。还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购买古董，如何去砍价？你像这个盘子的话，要18000，我给2000左右，就等于一刀砍出血来了，都砍到脚脖子了。为什么我敢去？那么我们讲价，其实说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它到底价值多少？因为它实际价值的话，就是说你心里有个把握的时候，你去砍价呢，才能砍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讲价是有技巧的，这个技巧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内的，你知道它实际价值，应该这个能买到，那个人家他就哎呦，这哥们儿行家呀，出的那价呢，还能给他有点利润。那这个怎么去掌握呢？还是说我们多多的逛，多多的看，多多的看小哥的视频，慢慢的就知道，哎，这个类型的大概多少钱，那么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能乱砍啊，每一个你都砍到脚脖子，这样容易挨揍，知道吗？你看你也在这儿。哎，老师，你别拍我，你别拍我，没拍你，没拍你。我知道你干这行的哈。没拍你。那个啥，你看那个，就是我老爷子吧，以前里游了一些就是那种玉，然后我这啥也不懂的，家里人也没有懂的，你看这能不能给方便有时间的话，你过去给搂一眼？你远不远这边？不远，这是跟前附近的。有块布吗？我稍微放一下，因为这个玉怕。行，这就行，这就行，这行。带回去，我看一下。前段时间吧，哎呀，这个就现在在自己手里留着吧，也不那个啥，然后就想的是，我到那个叫什么古玩店啊看了，然后让人家给看了，然后人家说就给2万块钱。对呀。您这给看看吧，看看是行不行，怎么样？老爷子那时候是干什么工作？专业玩这个的？哎呀，他就喜欢这个啊！今年啊，这个疫情闹的，这个家里这个经济状况不太行。老爷子绝对是个好人。咱也不懂这个呀，是吧？您这样，您开个价，我觉得能行的，我就烧着。3万是吧？您爱人或者是您妈妈这边，他到时候不会有意见吧？他们知道吗？知道哈。你不到时候我就是说我给拿走了，那时候这个不合适是吧？行，过去。对，好嘞。过去了哈。哎，收到了。收到了啊。好嘞，谢谢。
好嘞，好嘞，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我先走了哈。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你慢点。那么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季羡林曾经就说过啊，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话，只有玉，因为我们在8000多年前就发现了啊，我们古人制作的玉，男女老少啊，无不爱玉。孔子说啊，玉无德，仁义智勇节，温润内敛，君子如玉。为什么古人有好多的玉佩呢？那第一呢，就是身份的象征；第二呢，你像这种玉坠的话，它攥在手里，人在紧张的时候啊，攥在手里有安全感。有人说呢，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其实往往就是如此。雕的一个什么呢？叫瓜瓞连绵，然后家族鼎盛啊，延绵不断之意。很多人问我啊，小哥，你玉是资料吗？古代的玉啊，大多不说100%也差不多啊，都是资料。因为古人啊，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开山的能力，所以说古玉大部分都是河里捡的。而我们现在看资料的话，很多说带皮儿，其实有很多时候古人是不敲掉的，把皮儿都去了。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明代的，那么明代的玉和清代的玉怎么区别呢？明代的玉的话，线条啊粗犷有力，简约而不简单；清代的呢更加繁缛啊，明代的呢更加厚重啊，各有各的美。那么到乾隆时期呢，到达鼎盛。那么这是一个明代，您看这是多大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书法件，难能可贵啊。那么接着讲这一块，这是明代的一个白玉的，叫直莲童子啊，那也是一个玉坠的手把件，非常难得哈。这上边呀有这种沁和天然的柳啊，这都正常的。咱们正常说人无完人，玉无无瑕。您看这个白的，这个感受，这个开脸，这种神态，它这种动态是现代人雕不出来的。现在都是机器工啊，电动工具。古人呀是拿砣具一点一点砣出来，往往雕一块玉需要2-3年，甚至更久。那真不是一般人的玩意儿啊，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才能够拥有的。这个也是非常漂亮。这个上面写着您看啥？福如东海啊，上边是2个龙，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就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孩子呀或者是达官贵人呀佩戴之用啊，光气特别特别的好。这是翡翠，这也是一个翡翠啊，上边雕着，这边是和和美美啊，那就寓意和美如意啊。这是也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都是给孩子呀或者做嫁妆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种都是满清时候的。再讲这个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我刚才说了，明代的怎么样呢？厚重简约而不简单，厚重、简洁、大气然后线条呢比较的犀利。葫芦，那葫芦的寓意大家都不言而喻了福禄有余这个能看出来吗？皮儿还没完全去掉，能看出资料的形状来。有很多如果这个皮儿打磨干净，你看不出是资料的。你想想，就现在这样一块资料大概得多少钱？非常非常合适那么这一个大家可能很多都没见过雕的龙头，后边是一个八卦纹的。那这种相对来说就更为难得这是一块黄玉的玉佩，这个晚清时候的，非常难得，真的非常难得，雕工也非常好，莹润度也非常好。黄玉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少。玉环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袈裟环，就是高僧绑这个衣服的这个衣角的这个袈裟环。这是一个小兽兽嘛就代表长寿之意。那么这个形状叫什么呢？叫犀。那么在这个诗经里就有解释说童子佩犀。其实这个犀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它是早先是具有功能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解绳的那么慢慢演变成呢就是说就解开心结之意有这个寓意在里面。还有呢，就是帝王也是佩犀，犀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就是说他不管什么东西迎刃而解变乱为治。你放到我们现在的寓意就是说，你看它像刀的形状吧，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路畅通的，带着它就是说路路亨通之意那么这上面有这种三角几何的这种类似折带纹，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大家看看这种简洁的线条就知道了吧，这是明代的尤为难得，漂亮之极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是在俺娘家吧，俺娘给我的，俺老人家带来的那个是祖传嘛，给了我呢，我也没什么
我把老了，我专门的想换两钱儿，给我头两天那个吧，给我3000块钱了，我没卖。我看都看的是好么，反正是。是老的，是老的。是。俺娘在俺老娘家带来的，这是给了我带这来的。你看。真是这个。真是，我没什么，你看看。难得。小平安扣。好的呢。你看那我一直保留着。完。你看给我多少钱呢？我能给3500。3500不行，你再给我弄的，你得带我账呢。赔钱了我是不给你。这些年去了，这也写什么了，我一直保留着这。你很便宜了，我是不给你。现在我整天下来时候，你说3000你没卖啊？我估计他也就给你1000。那是为啥？我给3500还不行吗？最少你得4000块钱，4000块钱。你要成交我都给你，不成交我还得一直保留着。少1分我都不能叫你拿走。我这个人，我这些年是的，我这可不是什么了，这是俺娘。留给我的。你看真了，你都说了说3000没卖，你看我给多加500还不行？我回去加不了多少钱。那行，那现在要不你就再留一手，你再留一手。我就说，你看你什么，他们说的好也行啊。好吧。你看我都这样见你。对吧？对哈。现在有时候挺什么，你不是希望4000吗？我给出3500，这样哈，不是说不给你出那些钱，这样我单独给你，这样咱一中团不就行了吗？行吗？行，哎呀，真操你的。这样的话你心里也舒服是吧？愿手你。我就多给你200，你说4000呢，我就没有利润。你说我下来跑一圈，我头傻，怎么这的？那这我就拿着了。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说，您卖了到时候家里没事是吧？没事，这是俺娘嘛，给的我。我这是我的，我记得喝的，你看我保存的这是到喝的，年喝来喝去的，我给他喝的。是。人老了，爱吃我，这样花2钱好。那俺走了。好嘞，谢谢了啊。赶紧我家来喝菜啊。行，好嘞。挺难得，老坑的翡翠，上边是一个16代表什么？多子多福，这那个时候古人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富贵持家，多子多福，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坑的翡翠，很难得。其实在乡下，翡翠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慈禧喜欢嘛，晚清的时候宫廷比较多，那么老百姓可能有极少的机会，或者有钱的才能拥有翡翠。它的雕工的话，比一般的玉还要难，因为它的硬度比咱们平常的和田玉还要高。关键这还有一个，这个也不错，你看这翠多漂亮。这是一个小咱平常叫平安扣，代表平平安安的之意。在古代的话，石器里就说了，肉备好谓之璧，好备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那么我们平常的就叫玉环子对于传统的说法呢，平安扣，非常的漂亮。这是你看这小穗这种能传下来很不简单，一辈的能传下来，这就是文化的传承真的，这就是文化的传承。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咱们走，接着逛。刚才突然心酸了一下，当我问大姨你卖这个东西家里没有人反对的时候，大姨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俺娘给我的，我突然就心酸了。俗话说女儿大了不中留，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一定给她一件像样的嫁妆彩礼，让她到时候不至于为难。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虽说人人平等，但可怜天下父母心也，自古就有之。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